非为你活，谁要这名满九州？爱为我所用，才不枉生无敌手。凌风的高颂会让我觉得落空，绞尽所有，要和你生死相从。莫非爱才是准一生所终？为何我越战越觉得苦痛？没能得到你许我的平凡朝暮，那情愿路回到落。若你怀中而不是云风，穿过那迷雾一重重封锁。这是道生父与善恶孰轻孰重，只有爱给我天空海阔，制作你的英雄。可以啊。小小狼群的兵器不趁手啊！停！若不是这枪头折了，那苏子信未必能接身。比武而已，苏子信出招狠辣，不讲武德，胜败就在一瞬。这苏子信还真是有魄力。擂台比武，讲究的就是公平公正。既然我们准备的武器不好，那就换把趁手的武器，再战。吕兄，在，帮我那把珍藏的枪取过来。是。最近战报，那燕州乔此枪头被打掉了，还受了伤。受伤了？公子好过怎么这小郎君最擅长使枪的，怎么还受伤了呢？怎么办呀？别着急呀，这不还没比完呢吗？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伯公的枪。是魏家的希望。举枪。阿七，你要多加小心。阿姐放心，这次有了充足的防备，定会叫他心服口服。
心吗？小子可以的。小心！哎，比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结果呢？胜了，胜了，燕州胜了！燕州胜了！刚才是谁说的？不了，把钱拿来。输了吧，让你们看不起我们小狼。都是你。哎呦，怎么赢了这么多呀？你们也不行啊！俊哥，你眼光真好，投我们小郎君。哎呀，不是我眼光好，是主公早就看好小郎君了，是他俩了。怪不得，南军眼光也不错。走走，哎，下次再压。燕州有事胜。好功夫！好！小郎君厉害！小郎君厉害！擂台比试，点到为止。苏子燮，你暗藏凶器，暗中伤人，这就是你们武山国该有的教养吗？苏子燮，心术不正，取消接下来的比赛资格。魏侯明察，刀剑无眼，擂台上自然要全力相搏。只是我没料到规则不允许使用暗器，我自当无妨，没成想，竟害了小郎君。阿姐，魏侯，是我教导无方，子信他求胜心切，才在擂台上失了风度，但他本无心害人，还望魏侯莫要责怪。擂台比试难免磕碰，但我征战沙场多年，他是否是有心还是无意，我自然有分晓。苏子信此人心术不正，玉楼夫人若不严加管教的话，只会受其拖累。武山国已多年没有参加陆离大会，就算此次无功而返，相信家人也不会怪罪你们。魏侯，其实我此番前来，有事瞒你。家弟无状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但我姐弟此番前来奔赴盛会，并非为武山国争名。妾本是边州女君，先夫去后，边州新主南荣先父的旧部，
逼得薛泰已自立门户。薛泰确实反了。哎，这陈庞啊，那是不容薛泰，他是压不住薛泰。除了绝郡，他大大小小也缺了不少地了。是啊，他独占绝郡，坐拥5万精兵。我此番是想为他谋个新主。我相信薛将军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原来这玉楼夫人背后另有靠山呐。薛泰追随了玉楼夫人，那要是娶了玉楼夫人，岂不就是白白得了几万兵马做嫁妆吗？对。魏侯，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身为边州女君，也有责任在身。薛将军他忠心耿耿，我不能弃之不顾。是，今日之事全是子信一人的错处，还望魏侯切莫怪罪阿姐。与谁交好，全凭玉楼夫人自己做主，我并不在意。过几日我要宴请群雄，你替我下旨，记得就为玉楼夫人也送上一份。奴明白。疼吗？姐夫，表兄，南君和表兄怎么来了？不是还要准备过几天的享会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表兄呢特别担心乔慈，所以我带他过来看看。哦，对，的确是我关心阿慈，而且只是我一个人关心。就是被刀划了一下，不严重。流了那么多血，还说不严重？今日打得过瘾极了，那枪很趁手，再来几个回合我也撑得住。稳重些。不过乔斯的武功真的不错，整个魏国也没几个像他使枪使得这么好的。哎，钟离啊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向阿慈请教请教啊？我觉得有这个必要。啊，真的？哦。不过呢，如今你拿了李逵，过2天的围猎大赛也不必太拼，免得让你姐姐担心。还有几天后的享会，你作为燕州少主出席，务必要注意言行，明白吗？是，姐夫。南君，表兄，这有我呢，你们放心吧。好，好好休息。今日在教场上，姐夫还站出来替我说话，看来姐夫还是疼我的。你姐夫这个人啊，就是面冷心热。阿姐真的满心都是姐夫，我不过说了一句姐夫的好话，阿姐就高兴成这样。不是我替他说话，你今日用的枪，是你姐夫兄长的兵器。魏延表兄，已故兄长，魏宝。真的？传说中这把枪，可是世间难得的稀罕物。这枪的做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姐夫愿意把他已故兄长的兵器拿出来给你用，是何等的认可你。你今日拿了李逵，切记不可骄傲，要日日勤勉。还有，享会上我叮嘱你的事，你还记得吧？看来此次陆逵是毫无悬念了。梁牙国现在是人才辈出，今非昔比呀。我等今日在此选拔陆逵、李逵，好不快意。何不趁此机会，再选一位花魁？哎，说起这花中魁首，当属牡丹呐。臣享好福气啊！不怪他兴建玉楼。能得佳人相伴，夜夜笙歌，是何等幸事啊！啊，幸事！玉楼夫人貌美，魏侯夫人娇艳，诸位若有心选美，不可偏颇。
请坐。谢威侯。来。诸位州牧，今日我主威侯不仅要宴请大家，还给各位准备了礼物，劳烦诸位，请走看看去。这是各州舆图。哎呀，诸位请看，这是魏国新修的水渠，从盘邑通往荣郡。一路引水，不仅解决了旱地之渴，还开通了3城贸易，让更多的货物得以流通，真是一举3得呀！是个大工程，这可是件好事。是啊，原来威侯设宴不过是想向众人炫耀罢了。非也，今日是为了商议与各州牧如何共享水源。此话怎讲？修渠的甜头，魏国尝到了。但魏某不想独享，所以举办这入离大会，还要把美食美酒拿出来，就是要告知各位，只有风调雨顺，才能国泰民安。威侯的意思，让我们也修渠？不错，我想将这永宁渠通向四方，把中原大小河流全部连接起来，这样就能长久解决干旱，解决百姓之苦。中原大部分战乱都是因为争夺水源而起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之前我去盘邑勘察永宁渠的时候，就亲眼目睹了灾民们衣不蔽体、风餐露宿。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，如果不想着如何替百姓解决疾苦，每日只想着逐鹿寻乐，那他日定会自食恶果。不错呀，这几年干旱，燕州百姓怨声载道，我早就想向威国取经了。只要威侯能如约饮水，入耀州即可。这么乍一听，倒也是可行的。确实可以啊。不知梁牙王意下如何？我不同意。为何？威侯不过想借修渠一事，钳制各方兵力罢了。我为何要答应？为表诚意，我会调遣兵马，前往各州协助修渠。威侯调兵修渠，目的究竟是调兵还是修渠？是啊，这一旦水渠贯通，其他州的兵马便经由水路直达我耀州腹地，届时该如何抵挡啊？是吧？对呀，对，有道理啊。这修渠一事还有待商榷。没错没错。诸位多虑了。通渠的益处，并非是各州之间的路程，而是百姓的生计和一方安宁。10几年前，燕州也是靠天吃饭，收成多少，全看运气。祖父当初要通渠时，燕州百姓也不愿配合，他四处游说，自己亲自下地开渠，直到通了第一条河之后，百姓们才逐渐理解。最近我主威侯重建永宁渠，燕州与威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繁多，燕州也变得富足了许多，这才是通渠的最大益处。夫人这番话，代表的是威国，还是燕州呢？我既是魏家妇，也是乔家女。女君既是魏家妇，
当然是为夫家说话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。那我能否代表燕州？你，小郎君虽然年少，却是燕州少主，的确可以。燕州自古少水，近3年更甚，河道干涸，庄稼干枯。据我所知，每年都有数万百姓因为饥饿而流离失所。燕州为何不肯修渠？陶州地势低洼，常年发生洪涝，被百姓称为涝州。每逢灾年，百姓便结伴出去乞讨，等来年再重回故里。如此，他们都不肯抛弃家园、周牧，又如何忍心弃之不顾？众州百姓勤苦能干，每年生产大量的瓜果和绢帛，但又因地形复杂，导致商路不通，不得不靠人力翻山越岭，以此送出。每年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？如此情况，众州为何也不肯修渠？14年前，乔魏两家结下血海深仇，威侯曾立誓要诛灭乔族，而如今又为何毅然决定与我乔家结亲？因为威侯深知魏国百姓苦水患久矣，威侯为了修渠，甚至能放下仇恨。如此胸襟与气度，尔等何须担忧？少主所言极是，我燕州同意修渠。我众州的人多，兴许可以多出一些人力。我耀州可以出一些钱财。我陶州也同意修渠。魏国煞费苦心举办陆离大会，又不惜搬出小舅子来游说，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将各州收编麾下罢了。诸位愿受魏国钳制，而我却不能。刘某今日便立下誓言，只要我在位1日，便绝不可能听旁人号令。威侯通渠，并非为一己私利。我愿去信，劝说薛泰，请他出手相帮。多谢诸位对魏某的信任，为表诚意，也为了尽快修渠，我会调遣10万精兵和10数位治水督工，协助各州修渠。魏侯大义，我等愿协助魏国，一同修渠。多谢诸位。客气。告辞。阿慈，姐夫，今日多谢你啊。不过之前姐夫对你太过苛刻了，别太在意。姐夫对阿姐好便行了。我之前也对姐夫有些偏见，后来才知道是误会。姐夫在荣郡，为了救阿姐险些坠崖，对你阿姐好是应该的。姐夫还曾孤身一人从数百号流民手中抢回阿姐，没那么夸张。姐夫为了阿姐拒绝纳妾，甚至不惜和宗亲翻脸，又为了哄阿姐开心，遣散了府上所有的姬妾。这些都是你阿姐跟你说的？这世上，除了我与父亲，恐怕无人能做到这般。这也难为你阿姐了，把我都夸出花来了。不过呢，今日看到你能够独当一面，相信你阿姐也十分欣慰。其实，我刚才也拍阿姐骂，为了今日这番话，阿姐昨日特意拉着我说了半天各州的情况。我今日还怕认错人闹出笑话，索性唬住他们了。啊？你阿姐让你讲的？嗯。我早该想到是她的。不过你也很棒，啊！
南君怎么来了？衙署没有事了？都忙完了。阿慈都跟我说了，我就想问你是如何想到那些有的没的来夸我？阿慈她就是小孩子脾气，先前对南君有些误会，哄一哄就好了。倒是南君，不要怪我胡编乱造。怎么会呢？是难为你了。答应过要帮南君修曲，理应做到这些。那，你做这些，只是因为答应了我，没有别的。那答应南君的事，总要做到的呀。之前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乔家人不是每个人都工于心计、精于算计。以前我不信，但今日我信了。之前是我狭隘了，你莫怪我。因为我刚成亲时，心里都藏着心计，但不知何时开始，我不愿对你有所隐瞒、敷衍，唯愿以诚相待。你跟我因为一纸婚书，从陌生人变成亲近之人。如今我想问你，你愿意和我成为真正的夫妻吗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还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吗？阿姐，我打探到消息，你刘烨是弑父杀弟等位的。那他还挺有本事。阿姐，你若真心想再嫁，也该找个赢面大些的吧。观今日享会，我看那威侯有几分威望，有望逐鹿中原。但他已有家室，而且不易操控。如今陆离大会已经结束，各方势力也会离去，我没有理由强留于此。阿姐的意思是，要找梁牙王。刘远的底细，你散出去。这世上最难掌控便是人心。最易掌控也是人心。只要认清一个人真正想的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，便能操控其人，如同操控傀儡。请帖可都送到了，怎么还不见人来？本来吧还好好的，谁知道一夜之间，殿下在梁衙的所为走漏了风声。都说了，殿下是正统，借口罢了。他们不来赴我的约，是因为我与魏少撕破了脸，一个个都不敢站队罢了。殿下，燕州派人来说周牧吃醉了，无法赴宴。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耀州牧突发疾病，众州牧与女见起了争执，都无法前来赴宴了。玉楼夫人也不来了吗？殿下不要误解阿姐，阿姐不忍殿下独酌，前来赴宴。我听闻殿下幼时曾寄人篱下，在燕州长大。
是又如何？我与殿下相仿，我幼时是在余郡长大的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不被家人宠爱，自小便做棋子赠与他人，从不受命运的眷顾。我此番前来，是想劝慰殿下，你弑父杀弟，并无过错。你被他们利用，失去价值又遭背弃，百般讨好不得所愿，终是惶惶怕被取代。此间的心痛，非常人所能体会。玉楼夫人就能体会？我生于武山国没落的苏氏之家，幼时他们便说，我额间的胎记像是一朵牡丹花，是百年不遇的命格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以帮扶振兴苏家为己任，小心经营着自己的姻缘。可直到有一年，我突然发现，他们还养着一个手心有7颗痣的女童。他们说那是千年不遇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，只要失去价值，便可随时取代。那女童是何下场？容貌尽毁。玉楼夫人此次前来，不只是想跟我互诉衷肠吧？妾颠沛流离，早已看惯了那些贪图我美貌和命格的人。眼下，我只想寻一知己，共商大义。玉楼夫人可曾去过梁衙？未曾到访。梁衙风光正好。等陆离大会结束之后，我可带夫人前去赏玩。多谢殿下。天下美景，也不止梁衙一处。今日不早，妾就先退下了。我无意投靠梁衙，只愿与殿下结个甚缘，日后若有事相求，还望殿下相帮。殿下，这玉楼夫人啊，只不过是想给她脑袋顶上那朵花找块好土，万不可受其迷惑呀。我自知道，她不过逢场作戏。那殿下为何惆怅？她让我想到一个人，乔氏。这几日，殿下与故友重逢，难免会思及旧情。就在刚刚，我突然想通了。那日在盘驿，他为何弃我？乔氏生于乔家，花团锦簇中长大，得祖父伯父的疼爱。丁夫人视她如亲女，更何况她还有大乔氏、乔慈这样的手足。换作是我若有这样的家人，我也会为家族牺牲，我也会喊出那一句守护众生的誓言。而我从小没有母族庇护，受妖妇催逼，
就如同玉楼夫人所言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配像工具一样的活着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行差踏错，就会立刻遭人斥责、厌弃。乔氏高高在上，注定与我没落。并非我视众生如蝼蚁，而是我生来就如同蝼蚁。玉楼夫人也是如此。梁牙王派属下送来此物。可还说了什么？殿下说，他明日启程离开于郡，以明珠为信，央宁日后前往梁牙。多谢梁牙王，属下告退。收起来吧。是。你一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早知道就不让玉露先回康郡了，还能有个人照顾。我来时一人来，走时自然也能一人走。行了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日日勤勉，跟父亲说我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还有啊，你回城的时候路过博雅，一定要给长姐留些吃穿用度，那里不比于郡、康郡，长姐日子过得苦。记下了。姐夫，我把我阿姐托付于你。要是日后让我知道你不好好待她，我定要替阿姐讨个公道。哎，表兄，改日在一起喝酒。喝酒倒不是不行，但是像罗中坊那种地方，以后不许再去了，知道吗？哦。哎。这。你想不想知道，是乔斯的马快，还是我的马快？嗯。走。下。南君，玉楼夫人邀您有事相见。她要走了吗？玉楼夫人说暂且走不了，求您庇护收留。此事怪我，竟忘了怀璧其罪的道理。在陆离大会上，我漏了底牌。如今梁牙王还有陶州牧都有要强娶我的意思，一时之间，我也不敢回娘家。我那不争气的娘家定会将我推出去。当年，我被迫嫁给陈翔，便是和如今一样的光景。只是那时我还年幼，不能自主。而如今，我不想再做任人谋利的傀儡，就当是看在伯公的面子上。钟离，能否让我在于郡暂且避一避？
人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，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痴念。情字尽头无所求，皆是缘。曾辗转朝暮人间，难两全。烽火中聚散，相拥刻下温柔缱绻。惊鸿一眼，此生怎能忘却？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站对宿命，护你的笑颜。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生思念，此生不枉然。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站对宿命，护你的笑颜，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场思念，此生女君，枕石先生请你外出一见。他不是去云中郡摩崖石刻游览了吗？这么快回来了？高某受魏侯关照去游览云中郡的摩崖石刻，来，女君请。高某给女君带了份薄礼，不成敬意，也请女君别嫌弃。先生竟然将云中郡的摩崖石刻带下来了。女君喜爱观摩石刻，但因为山路崎岖不便前行，就只能拓印下来赠予女君。不过这拓印啊，真的远不如身临其境来的震撼呢。已经很好了，先生有心了。若是他日有时间，我定亲自前往。好，高某愿做女君犬马，引路前行。主公，枕石先生已经抵达余郡了。哦，那他回来的倒是快。对了，这事儿不许让女君知道。女君已经知道了。枕石先生一来到余郡，就约了女君外出，还给女君送了摩崖石刻的拓本，还说要一起去云中看石刻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云中郡有流寇作乱，还需派人去一趟。正好，再安排你们给我办另外一件事。这么快云中就乱了啊？乱了。
女君，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女君快去看看吧，南君不知从哪让人弄了个物件回来，请你务必去看看他。南君。 这是没错，这就是摩崖石刻，你不是喜欢吗？一整块给你搬回来了，看吧。这是没错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东都赋，内服诸夏，外随百蛮。 南君的心意我明白，只是这石刻它……你不是喜欢吗？暴殄天物啊！暴殄天物！他怎么来了？暴殄天物啊！魏侯荒唐啊！哎呀，那你来干什么呀？这乃古人瑰宝，怎么能随意毁坏呢？毁坏？ 我为什么把它搬回来？我就是怕别人去毁坏它。这石刻原为一体，一旦毁坏，难以修复啊！我只带回来一块，一整块搬回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云中郡路途遥远，长途跋涉，我又不是故意弄坏的。 而且我于郡城中善修复的工匠大有人在，我大不了给他修好就完了呗。哎呀，此文乃前朝名士亲笔题写，这运笔和这力度极为讲究，那岂是一般匠人能够修复的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那不如这样，这石刻就由先生来修复吧。先生对石刻颇有研究，又对云中郡摩崖石刻了如指掌。若是先生肯修复此石刻，那后人才能瞻仰前朝风采。先生要是不觉得辛苦的话，就接下此门差事吧。女君深明大义，如此胸襟，连男子都自愧不如。既然如此，那高某定尽力而为。我倒也不必如此。那就谢过先生了。只是这石刻修复复杂繁琐，可能还得再住上个几日。还住？先生安心住下就是，由我负责您的饮食，日日来送。不是，也不用你亲自。那就劳烦女君了。劳烦先生了。不是，其实不用你们修，我们于郡城中不是，不用谈了，我这。 仲林，赶紧坐下陪我喝两杯。你看起来有些心事啊。没心事儿能来找你吗？还不是那个高恒，莫名其妙回来之后，还说在于郡多住几天。
我这生着气呢，你笑什么呀？我一早便和你说过，如若你对那乔氏动了真心，就要痛快地告诉他，否则德兄啊，我跟这乔氏已经互通了心意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哦，那如此一来甚好啊，那你应该高兴才是。你怎么看起来？哎，是，的确是好事儿，但是明明他知道我跟他心意相通，他还跟高恒那么热络，而且这个高恒一点分寸都没有，没事就找他聊天，我看了就烦。感情之事，总有一些外人没有分寸的。高恒其实还好，他只不过仰慕女君的才华，可如若有人强行插足，你能如何？谁敢？我听闻玉楼夫人对你陈情，你对她动了真心，要她留在玉郡啊？你这听谁说的瞎话呢？我只是替长兄去照顾她而已，我怎么可照顾人的方式有许多种？把她送回家，逢年过节问候一声是一种；把她留在玉郡，当做亲戚往来是一种；或者替长兄纳了她，也是一种。不是你认真的吗？我只是替我长兄去照顾他，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事儿。我今天找你来跟我喝点酒，结果现在一肚子气。钟林凤欢心，高恒那边，我去做个了解。的确啊，有些不恰当的感情，该断，要断的。我心情不好，你在那惆怅什么呢？听闻先生打算长留一郡啊？等这时刻修复好，高某便走了。这中原地大物博，我不去看看那名山大川，难道要在余郡了此一生吗？炙炙丝竿，悠悠南山，如竹包野，如松茂。既然是君子，就不必在乎世事相加。